风水大师来村民家看风水，但村民不让进去。大师，不用进了，风水最好。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关于一个风水大师看风水的神奇故事。很久以前，在黄河岸畔的一个小村落，大约有50-60家人定居，占地约400亩。尽管土地面积不小，但大部分位于山坡上，土壤贫瘠，产量并不理想。居住在此的村民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休，生活简单而朴实。某日，一位风水先生来到了这个村子，他在周边几十里内享有盛名，是当地知名的风水大师。由于他的名气，每日都有无数的人求他观察风水，有的希望为新家选择吉利的地点，有的想为祖坟寻找好的风水，还有的想了解自家庭院的风水是否需要调整。为了见他，村民们常常排起长长的队伍。但这次，大师并非是为看风水而来，他只是在为他人看完风水后，途经这个村子。由于天气酷热，他感到口渴，于是决定向村民请求水喝。刚走到村子入口，就有一位村民迎了上来。得益于大师的盛名，许多人都知道他。这位村民见到大师，表现得十分热情，得知他口渴，便立刻邀请他进家，煮了上等的茶为他解渴，甚至还想为他准备丰盛的饭菜。但大师婉拒了，表示他已经吃过了，只需要解解渴即可。当大师喝完茶准备告别时，这位村民恳求他为自家院落看一看风水。大师答应了。随着风水大师在此地的消息传开，其他村民纷纷走来，都希望能得到大师的指点。风水大师为人善良且随和，尽管有长长的一队等着请他观风水，但在这个偏僻的村庄，尚未有人曾邀请过他。于是，他决定为这些村民服务。他对大家说：“请排队，我会逐家为大家看风水。”村民们立刻开始争先恐后的排队，但不久，按照家境的贫富，队伍逐渐形成了序列。财主们站在前面，而那些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则站在后面。风水大师根据排队的顺序开始了他的工作。首先，他走到了村里最富有的财主家中，走进豪华的大院，仅扫了一眼，他便点点头。财主急切地问：“这就看完了吗？”大师淡淡地说：“是的，如果你不信任我的话，那我可以去下一户。”知道风水大师之名的财主忙说：“我当然信。”说完，他将一块元宝放到大师面前，并问：“我家的风水如何？”风水大师定睛看了看元宝，问：“你希望听到的是真话还是好话？”财主肯定地回答：“当然是真话。”大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虽然你的院子占地广大，显示了你的富贵，但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不改正，长远来看，你的家运会受到影响。”财主惊讶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风水大师指着院中的桂花树解释：“这棵树虽代表荣华富贵，但它在如此大的院子中成为了唯一的中心，这样整个院子就像口字，加上木字就是困。困意味着困难，这预示着你家未来可能会遭遇不幸。”财主露出惊愕的表情，问道：“怎么办呢？大师，此事能否解决？”大师轻轻地笑了笑说：“这个容易解
将桂花树挖掉即可。财主急忙答应。好，好，多谢大师的建议。大师摆了摆手。还有一件事未说。财主紧张地追问。请继续说下去。大师环视了一下。你家的门楼问题不小，你的门楼在村中是最为壮观的，但有什么问题知道吗？财主不解地答。我家的门楼是最高大、最华丽的，怎么会有问题？大师指了指，就因为它太高太显眼。风水学上，门楼的高度不宜超过主屋。你家的门楼比主屋高出近1尺，这是大忌，长此以往，家中难免有灾。财主苦思了一会儿，那我调整一下，降低门楼的高度如何？大师点点头。桂花树和门楼都是小问题，但要真正改变家中的风水，还需从根本上做些改变。财主急切地追问。还需怎么改？大师缓缓说。将你家土地上的佃户的租金适当减少，并且待遇中的长工和短工需更为慷慨。财主一听这些建议，不禁大叫。什么？减少地租，待工人更好？那我们还怎么生活？他们如今就常偷懒，在家宠溺，他们定会越来越懒。大师淡淡的答。你不信便作罢，你的金币收好，不甚吉利。我该去下家了。说罢，他起身离去，留下财主若有所思。风水大师走遍了多家，终于来到最后一家。听村民说，这家并不是村中最贫穷的，而是中上之家。大师好奇地问。为什么你是最后一个？村民淡淡地回答。路越让越宽，越争越窄，先让他人去看，风水好坏并不取决于先后。大师点了点头，说，那带我去你家吧。村民答应了，并带着大师走了一段时间。大师估计大约是1包烟的功夫。不久，他们到达了一个不大的院落，虽然大门上锁，但并不显得冷落。大师看了看，说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村民却摆了摆手，请稍等。当大师惊讶地看向他时，村民指了指院内。大师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只见院内的一棵杏树上站着几个孩子，他们正欢快地摘杏子。由于院墙并不高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孩子们的动作，尽管欢乐，但也让人担心他们的安全。我们得叫他们下来，大师说，不然容易发生危险。但主人立即劝止他，别喊，万一惊到他们，可能会出事。大师问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村民回答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，等他们自己下来。大师又问，为什么你家的院墙这么低？这样不是容易让孩子们爬进来吗？主人微笑，他们只是无忧无虑的孩子，想要吃几颗杏子而已，但我又不能让大门敞开，所以只好让院墙适中，这样他们既能爬进来，又不至于太危险。大师问，你家的院墙为何建得这么低？难道是为了方便邻居家的孩子翻墙吃你家的杏子吗？主人笑答，都是邻居的孩子，吃几颗杏子又有何妨？大师又问，你不担心孩子们会趁机偷东西吗？主人答，孩子们知道我允许他们摘杏子，他们不会做出那种事。大师又提醒说，孩子们可能不会，但如果是贼呢？怎么办？主人淡定地说，白天贼不敢来，晚上我们在家，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说话间，树上玩耍的孩子们一个个从墙上跳下，离开。主人解锁大门，邀请大师进院，但大师摇头笑道，其实不用再进去了，你家这院子是村里风水最好的地方。主人疑惑地问，大师，
您还未进屋，怎么会这么断定？大师神秘的笑，因为我是风水大师。主人会心的笑，邀请大师，那就请进屋歇息，喝杯茶吧。大师微笑道，多谢，但我刚在邻居家喝了，下次再续。言毕，转身离去。感谢你收看以上视频，希望它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收获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下个视频见。